四川小伙救下濒死白狐，1年后惨遭围攻，被白狐死死咬住裤腿不肯松口。半个小时后，灾难发生了。住在四川茂县的李大哥，一想起那天的离奇遭遇，就头皮发麻，后背直冒冷汗。当时刚过完年，小两口带着儿子到山上的寺庙祈福，因为家住在山脚下，一家3口没等太阳落山就急着往回赶，生怕天一黑被困在山上。下山路上，一家人有说有笑，寂静的山林里全是孩子银铃般的笑声。李大哥拉着妻儿一路快走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走到半路，一只狐狸突然冲了过来，朝着他们龇牙咧嘴。看着狐狸凶狠的模样，李大哥猜测他们可能误闯了狐狸领地，连忙抱起孩子，拉着妻子就要跑。结果没走2步，10几只狐狸突然从4面8方追了过来。李大哥吓得连连后退，生怕孩子被伤到。本以为狐狸只是一时兴起扑过来试探，没想到随着越靠越近，一家3口被团团围住，里3层外3层，死死堵住他们下山的出口。个个满脸凶狠，龇牙咧嘴，似乎是在警告李大哥别想逃跑。胆大的2只甚至一左一右咬住俩人的裤腿。李大哥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阵仗，紧紧抱着妻儿，把他们护在身后，就这样僵持了10几分钟。眼看太阳快要落山，李大哥趁狐狸不注意，拉着妻子就往前冲，结果刚走2步就被狐狸赶回原地，咬着裤脚，硬生生把俩人拉住。一转头，一个浑身雪白的狐狸狂奔过来，是他儿子第一时间认出了自己的童年伙伴。1年没见白狐，一个举动让李大哥彻底傻了眼。四川小伙救下濒死白狐，1年后白狐现身，咬着裤腿不让他走，难道是要恩将仇报？事情还要从1年前说起。李大哥从小在山下长大，除了养猪种地，平时全靠卖草药养家糊口。那天他像往常一样，早早就背着竹篓上山采药，一路上边走边看，生怕错过一株宝贝。刚走到半山腰时，突然听到一阵怪异的声响，声音不大，但听着十分凄惨。李大哥快走几步，好奇地凑近一看，这才发现草丛有一只通体雪白的小家伙正在嚎叫。他扒开草丛，靠近仔细一瞅，竟然是一只小狐狸，后腿被划破伤口，还在不停地往外渗血。小狐狸疼得蜷缩在草丛里直打哆嗦。李大哥想都没想，立即拿出刚才的草药碾碎，给小狐狸敷在伤口上，然后扯下衣服包扎得严严实实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聪明的小狐狸似乎看懂了他的意思，全程一声不肯任由李大哥摆弄。忙活大半天，血终于止住，李大哥累得坐在地上。山里栖息着各种野生猛兽，小狐狸连走路都成问题，别说吃饭了。看着小家伙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李大哥心一软，抱起受伤的狐狸就往山下走。到家后，妻子和儿子对漂亮的小狐狸都爱不释手，尤其是小儿子，不仅亲自喂水喂饭，还学会了换药。小狐狸在一家人的照顾下很快痊愈。1个月后，尽管心里十分不舍，但李大哥还是把白狐带上山，放归了山林。没想到1年后再见面，白狐竟会恩将仇报。四川小伙惨遭狐群围攻，白狐拼命撕咬裤脚，只为救恩人一命。眼看一家3口被10几只狐狸围住，寸步难行，李大哥急得团团转几次，想强行突围，可裤脚被狐狸死死咬住，领头的白狐还一直恶狠狠地盯着他。李大哥心里有些纳闷，他当初好心把白狐救下山，辛辛苦苦照顾了1个多月，好吃好喝精心照顾，本以为白狐会帮他们摆脱困境，谁曾想他竟恩将仇报。眼看半个小时过去，天色一点点暗了下来。一旦天黑，山里情况更加复杂，必须赶紧走。就在夫妻俩抱着孩子准备再次突围时，山林里突然传来一阵巨响，一时间地动山摇，连狐狸都被吓得瞬间安静下来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旁边的山头。等到声音彻底停下，带头的白狐一声令下，狐群竟然默契散开，给他们让出了一条道。李大哥见状来不及多想，连忙拉着妻子和孩子就跑。走到山脚一看，才知道刚才的巨响竟是山洪爆发，不远处的山头也被冲垮，淤泥卷着残枝流到山下，到处一片狼藉。刚才如果没有狐狸拦路，一家3口肯定会被洪水冲走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李大哥回头看着默默护送一家人下山的白狐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山里的动物听觉灵敏，早早就预知到有灾难发生。白狐为了报恩，这才拦住他们。想到这儿，李大哥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善有善报，万物有灵，动物也懂得知恩图报。